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好啊。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一辆车呢，是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的车型啊，就是来自 Toyota 的 Yaris Cross。之前 Yaris Cross 不是已经拍过了吗？没有错，那时拍的是一个纯汽油版本啊。今天要拍的是一个混动版本，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Yaris Cross HEV。 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我非常喜欢的 Element Sunshade， 而且它是 magnetic 的，只需要把它轻松的这样放一下、吸一下，它就会直接吸附在你的车框上面。如果你的车没有丁灯，或者你有粘很好的丁灯，但是阻隔阳光不够厉害的话，没有关系，买一套 Element Sunshade 很便宜罢了。开车的时候，即使是大热天，也不会很刺眼。当然，一些指定车款连最后面这一片大镜都有推出它的 Sunshade。那这个 Sunshade 的安装方式，只是把它吸上去而已，因为它的边框是有吸铁的。最主要的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操作，非常的 good job。当然 Element Sunshade 有分两种款式，一个是普通款式，一个是 Premium 款式。像我这一个就是 Premium 金色 logo 的，它的这个透光度会比较低，因为它的这个网状结构会更加的密，而且 quality 非常的好。车缝线方面真的做到美美的。马来西亚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lement 的 Sunshade， 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ment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没有错 ，Yaris Cross HEV 可以算是我们这个频道拍了好多次的车型啊，不是 HEV 版本拍了好多次，而是这一台车这一个车型的车款我们拍了很多次了，包括2年前我们就有冲出海外去到印尼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一款车的情报，以为那时候将会在马来西亚很快发布，结果没有啊，拖了差不多1年多2年才在马来西亚发布，而且一发布就发布了2款姐妹车型，一个是我身后的 Toyota Yaris Cross， 一个是 Perodua 的 Trust。那 Perodua 的 Trust 还有 Yaris Cross 2台车啊，在组装方面有没有什么差别？用料方面有没有什么差别？今天这一部影片将会一次跟大家讲清楚。那除此之外，这辆车的外观啊 Interior 我们将不会有很大篇幅的展开，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为大家带来过 Yaris Cross 汽油版本的完整试驾影片了，所以那一部影片错过了的朋友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边过去看一下啊。外观方面跟普通汽油版本的 Yaris Cross 是没有多大的差别吗？除了 Sport Rim 啊 ，Sport Rim 是不一样的。这个 Sport Rim 呢，我觉得还算是长得蛮不错的，18寸的尺寸。轮胎方面给的是一个215 55R18 的轮胎啊，来自 Toyota Pro-Sex R61轮胎。你给我选的话啦，我其实觉得 Perodua Trust 的 Sport Rim 是来得更加好看啊，我觉得那个 Sport Rim 更美，这个就还好罢了。所以如果真的我有一天我会买这辆车的话，我不介意啊，跟那些加 Trust 的车主看他们要不要 swap Sport Rim。我觉得 Trust 的 Sport Rim 确实比这个好看。那我们可以看到车身侧面有粘了这个 All New Yaris Cross HEV 的 sticker， 没有错，这台是一个 Test Drive Unit。非常感谢我们 Johor Bahru Plan 东区的 Toyota MMHUA 把这辆车借给我们试驾，感激不尽啊！我真的很喜欢 Toyota 的 HEV。那我为什么喜欢 Toyota 的 HEV？ 等一下我们在试驾的时候会跟大家一一揭晓。那刚才我就讲我喜欢这台车的车型嘛，主要是因为这辆车啊，它是属于一个 Compact SUV。平时有在换驾好几台车啦，我自己个人其实最喜欢的日常通勤方式就是开一辆灵活的小车。那灵活的小车空间一般上又不会很好，不过 Toyota Yaris Cross 这辆车呢，你看它这个小小的尺寸 compact size， 不过里面确实还是有给到舒适的体验，就真的很像我的 Toyota Vios 一样，空间魔术师啊，很厉害。那来到车尾，我们可以看到跟普通汽油版本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 HEV 的这个字样啦，毕竟它是一个 HEV 车款嘛。打开车尾箱，我们就可以看到 HEV 跟普通汽油版有什么不一样了。当然，电动尾门是少不了啦，这一台车依然保留了这个电动开启的方式，毕竟它卖11万马币了，没有电动尾门就讲不过去了。尾箱空间比起汽油版的来的小啊，没有错，因为它有一些空间是被利用在了它的 HEV 系统上。不过大家担心的这个 spare tire 呢，依然是有保留给大家，所以这一点有这个 spare tire 癖好的朋友们就不用担心啦。讲到 spare tire， 之前 Toyota 的 Vios 第4代 Vios 就是我那一款刚出的时候第一批我买的时候呢，是没有给 spare tire 的所以在网络上面就一片骂声啊。后来呢，它就在接下来的一些车型包括我的那个 Vios 还有这个 Yaris Cross 都有配给 spare tire 了，所以算是一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没有被骂是不会长大。所以网民给的一些意见comment， 其实 Toyota 也好，还是其他品牌方，他们都有看进去的。那我们的频道跟其他频道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比较敢讲，好的坏的我们都直接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辆完美的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这辆 Yaris Cross 它完不完美呢？它一定不完美，这样它适不适合你呢？我们现在赶紧上路试驾体验一下，你就知道这辆车是不是适合你了啦。
，Let's go！试驾，我最期待的就是试驾 Toyota 的 HEV 车型了，尤其是这一辆 Yaris Cross。坐在旁边的就是我们的 Jasmine 小茉莉。Jasmine 小茉莉今天就是要来体验一下一辆算起来比较便宜、比较入门的日系 HEV 车型的乘坐体验。那在讲乘坐体验之前呢，我要先来讲一下，我真的是喜欢 Toyota 的 HEV， 应该是讲Toyota 的车要么就买 HEV， 不然的话就买那个 Trust 啦。如果是你喜欢这个车型的话啦，其实 Trust 跟 Yaris Cross 还有这个 Yaris Cross HEV 他们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有一点像普通的 iPhone Pro 系列，然后还有 Pro Max， 这个就是 Pro Max， 它不是变更大的空间，而是在体验上真的是升级了，真的是你有感觉到不一样，那个车不同了，不是同一辆车来的。主要是它的 Powertrain 因为它这一个 HEV 版本呢用的 engine 是一个 1500cc NA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HEV Hybrid 系统。那它的这个 Hybrid 系统其实是跟第4代 Vios HEV 是一样，所以我之前在那部 Toyota Vios HEV 的影片我就有讲过，我不懂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 HEV 系统它比 Corolla Cross 用的那一套来的更加舒服了。怎样是舒服？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停车那个 battery 比较没有电的时候，它会突然 charge 电嘛，那个 charge 电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其实刚才是有在 charge 电，真的是比 Corolla Cross 的小很多。然后这辆车因为它是 HEV 嘛，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红绿灯慢速行驶要油灯的时候呢，就会被很多那种旁边那种有改 exhaust 的车的声音传进来。因为这辆车它不像现在主流的一些中国车虽然价位可能差不多一样，可是主流的 Malaysia 这一个 segment 的中国车很多都有给双层夹交镜了，这个 Yaris Cross HEV 是没有。当它没有这种双层夹交镜，又没有很强的隔音的时候，它又是一辆 HEV 车，怠速的时候或者慢速行驶的时候，它是用摩托来 drive 的嘛，这种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外面的声音，一些车经过的声音摩托经过的声音都比较明显。来讲一下这个乘坐体验怎么样？之前拍过 Yaris Cross， 拍过 Trust， 其实乘坐体验都差不多，只是 HEV 跟普通汽油版本的话还是有差别就停下来那一刻声音是不一样，完全没有声音，因为它是差不多是 engine 熄火这样子。然后尤其是我们在慢速你看这样子慢慢加，其实它是亮一个 EV 的那个灯其实几乎就是在用电动来行驶好像在驾电动车这样。然后最直接的感受我自己驾这辆车，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辆车比起 Trust， 比起普通汽油版的 Yaris Cross 来的更加顺，因为它没有那个很讨人厌的 DCVT 变速箱。那个 DCVT 变速箱你一踩油那个声音很烦。OK， 不要紧，我们在慢速行驶红绿灯这样子的时候，前面车走一点，我们走一点，前面车走一点，再走一点的时候 ，DCVT 的变速箱很冲所以很多人误解了的嘛，你看到一个 D 在前面就以为它是 DCT。我确实上几部影片有人在下面 comment 讲DCVT 因为是 Dual Clutch 它一定比较冲，没有 DCVT 不是 Dual Clutch DCVT 只是讲它在最后的时候 Final Drive 那边会有一个齿轮介入，让那个齿轮来驱动整辆车，而不是用钢带。它跟 Lexus 的 DCVT 是反过来 ，Lexus 的 DCVT 是先用齿轮驱动，才用钢带 CVT 驱动。Toyota 的 DCVT 反过来是先用钢带来驱动，然后再转去用齿轮驱动，所以高速行驶爽好驾，慢速行驶用钢带驱动的时候就很冲，很不舒服的就对了。那这一台呢，如果一些比较有在关注这款车的朋友，在看它的 brochure 或者看 online 查资料，或者现在很多人喜欢用 AI 查资料的时候，就会看到它是 ECVT， 这样是不是代表 ECVT 有这个 CVT 就是还是有那个变速箱，还是有钢带在驱动呢？其实是没有这辆车是没有压箱的，是没有 CVT 的。那为什么它叫 ECVT？ 这个 ECVT 的这个 CVT 呢，它不是表示讲这一个车还是有那个 CVT 变速箱，它已经没有 CVT 变速箱了。这个 CVT 表示的是它是一个无级变速箱。这个 ECVT 前面有一个 E 嘛，就是电动的无级变速箱，也就是讲它是一个马达啦，它是用 motor 来 drive 这辆车，所以在慢速行驶的时候就跟驾 EV 车很像，它没有那个换牙的感觉，也不会冲，真的很爽。这辆车我很喜欢，尤其是如果你跟我一样驾习惯 sedan 车、矮的车，然后你现在想要升级的话，或者是你在犹豫要买 Vios 还是要买 Yaris Cross， 我觉得你可以来看一下 Yaris Cross， 因为在内装方面，我觉得它比 Vios 来的更加美了。你看这些蓝色的部分，皮革材质，虽然 Vios 也是有，可是我觉得它做的比较好看，而且视野也比较好。SUV 嘛，可以看比较远，坐车的人也比较不会晕车，是吗？可是没有晕车的感觉有些人会怕电动晕，可是这辆车它又不是一个真正的纯电动车，所以它不会有电动晕。那动力表现方面呢，它肯定是比普通汽油版的 Trust 或者是普通汽油版的这个 Yaris Cross 来的更加有力，它是可以爆发出111 PS 的这个动力啦。但是它的瞬间响应可能你看这个 PS 的这个数字不是长远，但是我们讲的是瞬间响应，你要超车的时候那一瞬间的响应，虽然它的 horsepower 是差不多一样，不过动力表现会来得更加的轻快，更加有力。看看我们现在一脚油门下去。
它当然不像那种电动车这样会爆冲啦，然后你也是可以听到引擎声的，是蛮大声的，但是肯定是比普通汽油版来的有力啊。椅子方面我这一次是 double confirm 因为之前我们拍过 Yaris Cross 普通汽油版，还有 Trust， 还有这个 HEV 版本的，这个椅子肯定是比 Perodot 的好啊，它贵是有理由的，真的。这个椅子的 quality， 它的皮革不是那种皮肉分离，你懂吗？你懂那种肥子肥，然后减肥成功过后，它的皮是那种松松垮垮的。Perodot 的就是这样子，而且 Perodot 原厂呢是给你布的椅子，你要 gear up 才会有那个皮椅，它那个皮是拉进去沙弄下去的，所以它不是这种这样 fit 美的，它就是那种皮肉分离的感觉，很难坐，很差。这个是 Toyota 它贵到有理由的地方，而且这个椅子是你每天都在接触的嘞。现在看到我这个有 plastic bag， 我坐的地方是没有 plastic bag 所以我可以感受得到我的这个屁股跟这个椅子的接触，还有它的这个皮革的这个稳定性，肯定是比 Perodot 来的好。那这个 HEV 的 Yaris Cross 呢，它不像普通版的 Yaris Cross 跟 Trust 只差2万，这个是更贵哦。这个的价格呢是差不多来到马币11万了，差不多接近110千了啊。当然每个月会有不同的 offer 啦，所以 offer 方面呢就要问 Jasmine 了啦。我会把他的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联络他。那我要讲的是，它的差价跟 Trust 不是差那2万块了，是差更多了。但是你买到的东西是一整套不同的 powertrain， 引擎不一样，变速箱当然不一样啦，它是 HEV 嘛，然后有电池啦，有更好、更宁静的驾驶体验，有更有力的驾驶表现，还是一个 Toyota， 它是一个完全体的嘛。你买那个 Trust 是一个半成品，我觉得很多东西细节你可以看得到它 Toyota 跟 Perodot 还是有差别。你看这个地方装到几美，这个是美的嘞，可是 Trust 是装到一高一低，这个是真的看起来是美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 hard plastic 的 fitment 接缝处。我们讲的是那个 build quality 真的有差，所以不可能2个东西一模一样，同样的厨师用同样的材料做出来同样的蛋糕，卖你2个不同价钱，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它的配方可能是一样，但是用料方面可能有一点差别。再来就是厨师也有可能有差别，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Yaris Cross 就是 Yaris Cross。Yaris Cross 在组装品质方面真的是比 Trust 好很多。然后这一辆 HEV 版本的驾起来又好驾，很静，很舒服这种感觉。如果你的预算在11万，你不想买中国车，你不想买那种国产品牌的车，你想买日系车的话，你真的要 try 一下这个 Yaris Cross。那要怎样 try 呢？其实可以找Jasmine小魔女了，因为它什么牌子都有卖。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联络方式就可以跟他约时间 appointment 做 test drive， 甚至有什么最新的 offer 消息都可以问他。好了，因为这辆车其实我们算是拍了第3次了，同样的车型所以我们就不去展开太多东西，我们主要是要讲这个 HEV 的体验。那这个 HEV 的体验，我今天这样子体验下来，我真的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分数，口说无凭，你们一定要去试驾。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一辆车的，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一辆车。讲找到适合自己的一辆车呢，跟买衣服一样的，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衣服？试穿，你买一件衣服都要试穿，那你买一台车，难道不要试驾咩？我觉得试驾真的很重要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到你们邻近的 showroom 去体验这辆车，试驾这辆车。那这辆车它的配置包括它的 ADAS 360中控荧幕的大小啦，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再展开了，因为基本上跟普通的 Yaris Cross 是没有什么差别啦。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asmine 小魔女。魔力有点不舒服，所以讲的话比较少。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quick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